小伙伴，如果你觉得自己凭实力卷进德国大厂，拿着10万欧元的年薪，有的是智商和手段，被骗这种事打死都轮不到你，那么恭喜你，很有可能你就是跨国骗子眼中最肥美的一块肉。因为在这个国家，骗子最喜欢的从来不是贪便宜的人，而是像你这样守规矩、重信用、怕惹事的人。今天小雨带你沉浸式体验一把德国专骗中产良民的4大连环局，其中有个最狠、最能让你倾家荡产的骗局，居然还100%合法，一定要看完全部的视频。我们先来看最接地气的第一句，为什么你在 Kleinanzeigen 上老老实实卖个旧笔记本电脑，最后不仅电脑没了，还要向平台、警察和法官自证清白？我真的不是诈骗犯呢。假设一个场景，你在家里一边喝着拿铁，一边看在角落里的还吃灰的旧 MacBook， 你心血来潮决定搞一波断舍离，于是熟练的把它挂到了 Kleinanzeigen 上面，标价800欧元。作为一个被德国生活反复毒打过的资深中产，你还挺谨慎，在详情页用你当年德福19分水准的德语写下优先自取，现金交易。这波操作是不是非常严谨，很德国，无懈可击？不久买家来了，对方不砍价，不废话，甚至连个 hello 都没有，上来就直奔主题说，我人在外地可以多付邮费，我们用 PayPal、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付款，这样双方都安全一点。你一听合理啊，2分钟后800块钱一分不少的躺在了你的账户里，美滋滋，感觉自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要实现真的自由了。你秉着德国打工人引以为傲的契约精神和极高的执行力，当天下午就把笔电里3层外3层裹上了防震膜，发了 DHL， 还特别仔细的把物流单号发给了对方，钱货两清，完美。然而几天后，你莫名其妙收到了 PayPal 的 Konfliktlösung， 紧接着你 PayPal 账户可能会被光速冻结，那800欧元面临被强行追回的风险，你整个人直接宕机了。我按时发货了呀，什么情况？这个骗局在德国司法界有个专有名词叫三角诈骗 Dreiecksbetrug。 在这个局里，骗子暗中做局，留下2个守法良民在法律框架内互相厮杀。你在网上挂出这台800欧元的二手笔电的时候，好巧不巧被骗子刷到，他马上保存了你的高清大图，复制你严谨的德语文案，连标点符号都不带改的，然后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布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假广告。他在暗处静静地制造了一个信息差，一个无辜的路人甲看到了骗子的广告，决定购买。骗子对路人甲说，好，打钱到这个 PayPal 账号，注意他给出的是你的 PayPal 账号。同时骗子转头联系你，你的电脑我要了，一分不砍，我马上用 PayPal 给你转800欧元，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你一看手机，账户里真的多出了800欧元，完全符合流程的。你带着交易成功的喜悦，开心的把笔电寄给了骗子给你的地址，这个地址可能是个代收点，某个空房门牌。骗子收到你的笔电，直接注销账号，在互联网上蒸发。接下来就是德国系统折磨你的时间了。路人甲苦等几天没收到货，也联系不上卖家，也就是那个骗子。他会怎么做呢？在德国这种高度维权的社会，他绝对会发起PayPal争议，甚至直接报警。来看看你有多冤，骗子让你默认了联系你的人、付款的人和收货的人都是同一个人。但在这场三角诈骗里，联系你的是骗子，付款的是真买家，收货的也是骗子。警方和银行系统一看转账记录，铁证如山呐，这笔涉嫌诈骗的收款账户就是你的。民事的退钱压力和刑事的调查压力像2座大山一样压在了你的身上，你就被迫开启了极其消耗时间、金钱和精力的自证模式。你要证明我不是骗子，我也是被夹在中间的第2个受害者。在这里就暴露了高知中产群体的第一个致命弱点，盲目相信流程。你觉得 PayPal 掉账了就是安全的官方闭环，却没有核对 PayPal 付款人、PayPal 交易地址、聊天对象给你的收货地址是不是同一个。最让人吐血的是什么？骗子的作案成本接近于0啊！他不需要写一行 Python 爬虫，不需要懂任何网络防攻，更不需要花钱去搭什么高仿钓鱼网站。他全部的犯罪动作就是按了2次复制粘贴。如果说德国闲鱼诈骗只是让你血压升高，那接下来的这个职场定制局精准打击的就是我们中产阶段的核心软肋，极度害怕失去阶层跨越的机会。你丢了电脑赔了800欧，还搭进去律师费，身心俱疲。你心想，算了，老子还是好好打工，争取跳槽涨薪，把亏的钱卷回来。很好，骗子就在这边端着茶杯等着你呢。这个局不是骗你贪便宜，而是骗你配合流程，害怕错过高薪。很多人都喜欢把 LinkedIn 主页搞得比自己的脸还精致，在互联网上疯狂散发着快来高薪挖我的气息。某天你收到了一封站内信，对方头像是戴着黑框眼镜的精英白人， title 可能是某知名跨国大厂、顶级咨询机构或者新兴金融科技公司的 HR Director。 对方用挑不出半点语法毛病的英语跟你说，您好，您的背景
跟我们一个全远程的 senior 岗位高度匹配，年薪12万欧元起。你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苍天，我这颗蒙尘的珍珠终于被资本家的雷达扫到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经历了2轮非常正规的线上面试，对方甚至用了正规面试管理平台，用 Calendly 跟你约时间，用 Teams 或 Zoom 进行面试。邮件签名里有带超链接的 logo， 你去搜他们官网，看起来也像模像样，是真的。问的问题也极其硬核，从底层架构逻辑聊到全链路商业分析，把你问得一身汗，你甚至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得到了升华。到了第3轮，那个精英 HR 发来了一封带着公司 logo 的官方邮件，恭喜您进入 Final Round。为了推进德国合规的背景调查，我们需要您上传护照的高清扫描件、最近3个月的工资单。然后最绝的来了，他会轻描淡写的补一句，由于该岗位涉及高度敏感的客户数据、支付系统接入、公司信用卡配发或报销账户设置，我们还需要您额外完成一次身份和信用核验。如果你面的是个普通的码农技术岗，连正式的 Arbeitsvertrag 都没见到影子，就直接要你提交书法，其实已经非常可疑了。但骗子是个心理学大师，他会把这个极度无理的要求包装得非常合理且高大上。这是为了提前开通您的员工专享账户，这是为了给您设置跨国报销系统，这是为了确认您是否有最高权限访问客户数据。到了这一步，你为什么还没有起疑心？因为这太德国了呀。在德国用文件证明自己的身份是日常操作，连租个房都要书法、工资单什么的。你在德国混了那么多年，甚至背调和文件核验是正规流程的一部分，你生怕挽回1秒钟，这个 offer 就飞走了。你不仅交了，你甚至把护照扫描件的对比度拉高了一点，显得自己更加体面和专业。HR 很快发来了下一封邮件，资料审核通过，为了完成最终入职合规流程，请您通过我们的合作银行完成一次 Video Ident。这个流程用于开通员工报销账户、公司信用卡和薪资系统权限，不会产生任何费用。你点开他发来的链接，那个页面看起来确实是某家正规银行、支付机构或者金融服务商，对方还提前像个贴心大哥哥一样嘱咐你，如果视频里的客服问你用途，你就说是开通个人账户，这是技术流程要求。如果系统显示 Konto eröffnung， 不用担心，那只是员工账户的内部名称。做完之后，请把确认截图发给我们。你心里可能已经有一点点不舒服了，但你又会说服自己，大公司流程就是复杂，你像个听话的好员工一样都照做了。你以为自己是在积极配合入职流程，但银行的开户流程记录下来的是什么？你本人坐在镜头前，神志清醒地完成了身份认证，并确立了账户开立。然后呢，那个 HR 就像是被灭霸打了个响指，消失了。你以为你只是面试黄了，这个账户一旦开出来，它绝对不会安静地躺在那里长蘑菇。骗子可能会把它用作 fake shop 的收款账户，比如搞一个逼真的假网站，卖根本不存在的打折 iPhone、显卡或者照相机镜头。无数受害者在上面下单，钱哗哗的打进这个账户，然后店铺一夜之间消失。它也可能被用来接收杀猪盘的受害者资金，或者作为跨国洗钱链条里的关键中转账户。几星期后，被骗的那些受害者都去报警了。警方顺着一榜账号一查，账户的主人是谁？是你啊！银行系统后台记录里是谁亲手完成 Video Ident 视频认证？还是你？你以为自己是在做高大上的 background check， 其实你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开了一个洗钱账户。1-2个月后，真正找上门的绝对不是带着入职大礼包的大厂 HR， 很有可能是警方的刑事询问函，或者是另一个受害者的律师寄来的天价索赔信。在这个局里，骗子完美利用了你高度配合合规流程的心理。更让人发指的是，你亲手交出去的所有资料不会只用一次，甚至可能让你自动陷入下一个骗局。当你因为二手平台诈骗惹了纠纷，因为求职被盗了身份，名下多了一堆你自己都解释不清的金融痕迹，你深陷在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就在这个时候，收网行动来了。某天下午，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普通的德国本地号码。接起电话是一段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电脑语音。这里是德国联邦刑事局，我们检测到你的身份证件在海外被严重盗用，并涉及特大跨国洗钱与走私案件。您的所有德国银行账户、名下资产即将在2小时内被强制冻结。您的居留许可已经进入了复核程序，请按1转接人工特别调查员。你虎躯一震，条件反射地按下了1。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严厉的男声，他一开口根本不问你是谁，而是直接报出你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甚至是你的护照号码。接着他开始用一堆你听不大懂但极其唬人的德国法律条款对你进行狂轰乱炸。他告诉你某个机场海关截获了一个装满银行卡的包裹，里面有你名下的银行卡。这时候无数平时自诩理智的高知群体大脑又瞬间宕机了。为什么？这里暴露了我们第3个也是最致命的弱点。
对不合规的极度恐惧。在德国打拼的华人平时最怕什么？不怕加班当牛马，就怕惹上官司，怕书法有污点，怕外管局卡延签，对国家机器有一种天然的敬畏。这条机器语音转人工的流程太有德国味儿了。如果你接到一个私人号码，一个真人直接说你洗钱，你可能会大骂一句骗子，立刻挂断电话。但这种刻板冰冷的自动化系统声音，完美契合了德国官僚机构在你心中的人设。骗子在这个阶段根本不需要用什么精妙的逻辑去说服你，他只需要披上官方的外衣，利用信息差和体制压迫感对你下达指令。骗子在铺垫了巨大的恐慌感后，会适时的给你打开一条出路。为了证明您的资金来源清白，配合我们的调查，您必须立刻将所有可用余额转移到我们系统生成的安全账户。这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名头可能千变万化，可能会是安全审查账户、临时监管账户、联邦特别安全账户，名字每次都不一样，听起来一个比一个有公信力，但本质只有一个，让你把钱从你自己的账户里转出去。骗子还会用极其肯定的语气告诉你，这只是走个流程，审查无误后，资金将在24小时内原路返回您的原账户。真比卡啊，真德国警察绝对不会在电话里让你处理洗钱案，更不会要求你转账到所谓安全账户，也不会让你保持通话、操作网银。但到了这一刻，你很可能就会像个牵线木偶一样，打开手机银行，把辛辛苦苦攒下的几万欧元亲手打进骗子的口袋。你的高智商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巨大的合规恐慌面前彻底失败。系统规训你，只要像官方流程就不能怠慢。骗子就是利用了这种被驯化的条件反射，让你按下了自毁按钮。如果你稳稳扛住了电话里的 PUA， 别急，德国的规矩多得很，总有一款骗局适合你。前面的骗局已经足够恶心，笔记本电脑没了，身份被盗，账户被卷入调查，甚至存款被假比卡骗走。但他们至少还有一个特点，你识破之后骗局就停了。如果你是一个在德国头部企业工作，年薪15万欧元以上，拿着1级单身狗税卡，每个月看着工资单上被扣掉的一半税款，心都在滴血的高级打工人，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终极高端局很可能直接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这个局在德国被称为 Schrott-Immobilienfalle， 它的恐怖之处在于从头到尾全员都披着合法合规的外衣。有一天，一个开着保时捷、穿着高定西装、谈吐优雅的理财顾问通过校友会或高端沙龙联系到了你，他深知你的段位，所以绝对不会向你推销低级的理财产品，他跟你谈的是顶级富豪的玩法，税务优化 Steueroptimierung。 他打开精美的 PPT， 给你展示一个严密的金融模型。根据德国复杂的税法，比如联邦个人所得税法第71条，如果你购买受国家保护的历史建筑，其中符合条件并且经过主管部门严格确认的修葺和现代化改造成本，可以在未来若干年内通过加速折旧直接抵扣你的应税收入。他看着你的眼睛，真诚的用大白话给你抓重点，兄弟，你交的税太多了，你在给政府当纯牛马呢，为什么不用政府退给你的税，为自己买一套房来实现真正的资产跃升呢？你晚上回家疯狂查阅德国税法，发现他说的这一条居然是真的。这条法律初衷是政府没钱修老房子，用税收优惠吸引私人资本接盘。因为你是高薪单身狗，边际税率高达 42%， 他用一个简化的 Excel 模型跑数据告诉你，在未来的10几年里，税务局会通过抵税实打实的退给你一大笔现金。这还没完，他还极其贴心的帮你找了一家包租公司，用每个月的租金去还银行贷款，退回来的税款就是你纯改善生活质量的净现金流。好，你马上又要犯一个致命的错误，你把单个税法规则是真的误判成了整笔交易是划算的。税法是真的，但房价可能是虚高的，租金预测可能是过度乐观的，费用模型可能是被美化的，维修成本可能是被低估的，项目佣金可能早就被塞进房价，未来转手流动性可能根本没人跟你讲清楚。顾问还告诉你，你啥都不用操心，他提供 All-in-One 一条龙服务，帮你找好房源，通常在东德偏远小城或者鲁尔区衰落的工业城，帮你对接银行贷款，因为你有非常完美的高薪流水，帮你找好包租的物业托管公司，保证每月有固定租金还贷。你看着 Excel 表上完美的推演，觉得这简直是天才设计。你平时忙成狗，根本没时间跑东德小镇、鲁尔区边缘城市自己看房，查 Mietspiegel， 查人口流入流出，查空置率，
查 HouseGuard。高级顾问也知道你没时间，所以他给你的不是一个房子，他给你制造了一个幻觉，你只要签字，剩下的由系统替你赚钱。于是你西装革履地坐在 Nota 宽大的办公桌前，公证人开始像念经一样，用极快的语速朗读几十页的购房合同，你根本听不懂那些建筑隐患和租金免责条例，但你觉得有国家公证人在场，有大银行放贷，能出什么岔子？你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一边签字。但你忽略的是 Nota 的职责是确保交易形式符合法律要求，确保你知道自己在签合同，但他不会替你判断这套房子是不是买贵了，租金能不能覆盖月供，未来能不能卖出去，开发商和销售方的佣金有多高等等。银行也一样，银行关注的是你有没有收入，你能不能还款，资料是否满足贷款标准，但银行不会替你判断你这个税务优化模型是不是个陷阱。几年后，你陷入了3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黑洞1，极度注水的资产。有一天你终于抽出空，开着车去实地看了一眼你的优质资产，看完心凉了半截，这地方鸟不拉屎，年轻人都跑光了。你顺手在网上一查当地的真实成交价，远远低于你当初的买入价，可能连你买入价的一半都不到。你天天捧在手心里的退税大礼包，其实只是从你被坑的几十万本金里抠出了一点零头还给你。你以为你薅了德国税务局的羊毛，错，你只是帮那个理财顾问全款拿下了一辆保时捷。黑洞2，虚假包租承诺。当初不是拍着胸脯承诺包租代管闭眼收租吗？那个所谓的包租公司，其实就是开发商自己左手倒右手搞出来的皮包公司。头2年你每个月准时收到所谓的租金，根本不是租客交的，那是你买房时多掏的那10几万溢价。人家只是拿你的钱像发低保一样，每个月挤一点返还给你，把你稳住。等2年包租期一过，这家皮包公司两手一摊，直接合法破产，你的租金瞬间归零，你的老破小根本租不出去，不仅没钱拿，你每年还得倒贴疯狂涨价的物业费。黑洞3，无法解套的贷款。现金流断了，你彻底慌了，想把房子割肉卖掉止损，结果发现这破房子根本没有人接盘，你就算打骨折价甩卖，凑出来的钱连填银行的贷款窟窿都不够。更绝望的是，你欠银行的钱可是白纸黑字签了字的，银行风控系统才不管你是不是被理财顾问坑了，人家只认钱，只要你敢断供，系统立马翻脸，合法查封你的工资卡，甚至拍卖你现住的核心资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被骗了一笔钱了，而是被牵进了一个长达30年的现金流黑洞。你出离愤怒，想找律师起诉这帮人，但律师看完卷宗会无奈地告诉你，在这个局里大家都挺守规矩，你很难证明他们违法了。理财顾问合法赚取销售佣金，他只负责卖，不保证未来涨幅。银行完全合法合规，根据你的高薪还款能力放贷，房子贬值是你的风险。公证人完美履行法定职责，他只负责确保你神志清醒，签了字，不负责评估你是不是个大冤种。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人违法，只有你背上了几十万欧元的垃圾资产和几十年无法解约的沉重债务。这套系统利用了规则本身，完美的把你合法割了韭菜。体验完了这4个场景，你们发现规律了吗？德国这套高信任、高流程、高合规成本的社会机制，原本是为了保护普通人、规范商业运行设计的，但在这套庞大的机器里，每一个环节都只管自己那一小段死板的职责，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会主动跳出来，纵观全局，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哥们儿，你正在往火坑里跳啊！一旦聪明的骗子将这套机制反向利用，普通人就会遭殃。所以从今天起，不要再说只要我守规矩、按流程走，就绝对不会出事。宁可做一个不配合的刺头，去多方核实、去质疑，也不要做一个为了保持体面和合规而乖乖顺从的待宰羔羊。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